为什么有人说王莽是穿越回古代的现代人？他废除奴隶制度，禁止土地买卖，建立贷款制度，以公权力平衡物价等一系列的改革，真的是从现代学过去的吗？为什么他的改革不但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穿越者王莽的改革内容。公元9年，54岁的王莽废掉孺子婴，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建立。紧接着他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信奉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只有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之前的礼制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他要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的治国理念。首先他改换了朝廷机构的名称，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西河，后来又改为纳言，将大理改为作事，太常改为至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等等。他还按照周制封了5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然而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接着他要更改地名，有些地名已经叫了上百年，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但王莽必须要改成古名。然而他的改名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同一个地方今天是这个名字，明天又换成了另一个名字，导致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自己住的地方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官吏都搞不清楚，国家下发到各地的公文必须在新地名的后面添加上大量的旧名注解才能送达。接着他进行了土地改革。西汉时期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于是豪强和贵族就大量囤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导致有钱人的土地接连无边，没钱的人却无力追置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据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推行了王田制。他将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改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这是把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又给改了回去。王田制规定，一家之中有8口男丁的，可封给1井，也就是900亩耕地。如果男丁不足8口，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则必须将多出来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之中没有土地的人。同时他将奴隶和婢女改称为私属，也不得自由买卖。然而他的这项制度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有些地主和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的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原来追随王莽的部分朝廷大臣也提出异议，朝野之上一片反对之声，使他的这项政策根本就无法推行下去。不但地主不满，连奴婢和农民也不满。原因是原本那些无地的农民还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可现在奴隶不让自由买卖，而答应要封给他们的土地又封不到手上，最后是想当农民没有土地，想当奴隶又没人买，只能都变成了流民。就这样，公元11年，王莽只能被迫宣布取消王田和私属制度，实行了3年多的土地改革，宣告失败。他的这次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第三，他进行了货币改革。当时有一个名叫贡禹的大儒游说王莽，说货币就是祸害，因为有了货币才让人有了攀比之心，有了物质的欲望。上古3代没有货币却天下太平，因此建议废除货币。另一个名叫师丹的大儒则建议恢复到以前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贝壳代替货币。结合他们的建议，王莽开始了他的4次货币改革。西汉时期普遍使用的是5铢钱，他第一次的改革是在5铢钱之外增加了大钱、契刀和锉刀，规定一个大钱可以兑换50个5铢钱，一个契刀则兑换500个，一个锉刀兑换5000个。但是一个大钱的分量只相当于2.5个5铢钱，因此他是要拿着这个相当于2.5个5铢钱的大钱，要跟民众换回50个5铢钱，民众当然不愿意，于是王莽就进行第2次改革。这次他将契刀和锉刀作废，同时连5铢钱也给作废了，发明了一种1铢的小钱。这样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重为1铢的小钱，
合重为12铢的大钱。可问题是，大钱和小钱的分量比是12:1，而价值却是50:1。于是，聪明的民众就纷纷地把小钱熔铸成大钱，导致市场上只有大钱而没有小钱。王莽发现这样不行，只能将大钱和小钱都作废，又新发明了6类货币，分别叫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龟壳、贝壳、布匹。6种货币又被王莽分为28个品级，不同货币和不同品级之间又规定了不同的换算比例。一方面，在这些币种中，像龟币和贝币这些古老的货币，早在几百年前就不再使用了，民众根本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货币的种类繁多，换算复杂，普通民众根本就算不清楚，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然在暗地里使用着5铢钱。为了推行新的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自铸币，甚至只要发现民间藏有铜和碳者，就被指控为私铸货币，发现1家盗铸的，5家跟着连坐。可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1年后，王莽被迫废除了这28种货币，换成了货权和货布。货权重5铢，货布重25铢，应该是相差5倍。然而他却规定1货布可兑换25货权，成为了25倍。货币价值比例的不合理，导致这次货币制度更加的混乱，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立。米价更是高达每担1万钱，甚至1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在此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第4，他建立贷款制度以及平衡物价的政策。为了平衡物价，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分别设立了5军司事和前府官。5军司事负责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对物价做出评估并公布。当商品的销售价格高于官府公布的价格时，官府可按照标准价格出售商品，促使市场价格回归到标准价格。当商品价格低于官府标准价格时，人民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在标准定价的过程中，却给官商勾结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最后的结果是，不但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而且这些民财还没有进入国库，大多都进入了私人的腰包。王莽还推行了一项贷款政策，民众要是缺钱，可以向官府申请贷款，如果是因为婚丧嫁娶，则不收取利息，除此之外，每月的利息是3%。然而还是同样的问题，王莽的初衷是好的，可具体执行起来就变样了。本来是婚丧嫁娶的贷款，却被地方官收取了利息；本来不需要贷款的，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制要求贷款，最终导致民众雪上加霜。纵观王莽以上的改革内容，即使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些政策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也是近代才开始实行的。于是有人就给王莽戴了一顶高帽子，说他所实施的政治理想是王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也就成为了王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佐证。事实上，如果硬要说他是穿越者，也不应该是从现代穿越到过去，而应该是从西周穿越过来的。不管怎样，他的这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得罪了贵族和地主，奴隶改革得罪了没有出路的农民，货币改革得罪了市民，对经济的干预又得罪了大批的商人，妥妥的成为了全民的公敌。当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使诸侯、公卿以及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到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最后，由于改革不切合实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廷的朝令夕改，使百姓和官吏都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贵族以及平民的不满，各地纷纷起来反抗，为新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